我是喝一点点酒脸就会超红的人，就我今天第一餐就是喝一堆葡萄酒，从来没这样子过。究竟是葡萄酒太浓烈了，还是20这边太热情了？就让我们看下去。冠军的东西一定都要最好，没错，真的。看得到。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大家早安，我是一路一路。今天我们不在云林，也不在中立，而是来到了有台湾葡萄酒故乡之称的彰化二林镇，准备带大家一起解锁更多乡市镇的景点哦。所以我们现在可不是在法国，这边是由二林农会打造的台湾酒窖，那里面就是贩售了这边在地酒庄酿造的各式红白葡萄酒。哇，我们要开始仿照丹麦男神说的协议里面，要随时保持着0.05%的酒精那种舒服的感觉啊。可是待会只有我可以喝哦，你要开车。好吧，那品酒就交给你了。我呢就负责带大家一起深入二林，探索二林镇到底藏了什么。Go！有没有觉得二林的行人号志好像特别大啊？好像比较大颗哎。对啊，好大的小绿人哦。二林镇位于彰化县西南部，地处旧浊水溪下游与余寮溪之间，东临皮头西街方院，南界大城，北隔旧浊水溪与西湖埔盐相望，面积大约92平方公里，是彰化县面积最大的行政区域。二林镇原为平埔族巴布萨族的二林社所在地，镇名也由此而来。日治时期及二战后曾隶属台中县，直到1950年行政区域调整后，改隶属于彰化县至今。地势平坦、土壤肥沃的二林是典型的农业乡镇，盛产稻米、红薏仁、荞麦、葡萄、火龙果等等。其中以红薏仁、荞麦和葡萄最具代表性，被合称为二林三宝。此外，葡萄多用来酿酒，也造就二林成为全台酒庄密度最高的地区。除了农产，二林镇依四季更迭，也展现出不同花海风貌。3到4月有东罗溪沿岸的木棉花，5到6月在二林与西湖交界可见开满的阿伯乐，9到11月庐林路两侧盛开的美人树，以及12月雪白如雪的荞麦花海。这些美丽的花海与葡萄酒成为二林镇特有的观光吸引力。一早唤醒我们的不是咖啡香，而是葡萄酒香。二林除了盛产我们熟悉的巨峰与蜜红葡萄，也种植台湾少见的酿酒葡萄，以金香、黑后、真香为主要品种，不论品质或产量都为全台之最。二林的酿酒葡萄历史始于1965年，当时彰化的邱生江先生与几位农友在空地试种金香葡萄成功后，开启了酿酒葡萄的新篇章。虽然早期因烟酒专卖制度限制，酿酒发展一度受限，但在2002年专卖制度走入历史后，农会便积极协助果农转型，推动成立产销班与农村酒庄，并提供制酒技术与行销辅导。随着财政部推动新制开放民间酿酒，二林多家酒庄取得合法执照，全盛时期曾聚集超过20家酒庄，这也让二林成为全台酒庄密度最高的地区。2008年，二林农会设立了台湾酒窖联合服务中心，作为在地酒庄的展示与销售平台，设有展示空间与品酒区，让民众可以浅尝在地酒庄各款葡萄酒，也推广贩售荞麦、红薏仁等当地主要农产品。可能喝到有点忘记了，还是有差的哦。我再比较一下。哦，有啦，这样味道不太一样，因为刚刚对，跟刚刚距离太远，有点忘记。哦，很香哎，很香，很香，因为你可以闻那里，很好喝哎，单价比较高，它有个梅子的香味，加白兰地哦，难怪我觉得有个它又就是很好喝，就是跟一般红葡萄酒味道不太一样，对，加那个白兰地。这个冠军酒真的是名副其实的冠军呢，而且只剩下最后2瓶哦，所以那是不是就要带回去了？不啰嗦，直接扫回家。直接扫回去。我想要来个荞麦饼干，荞麦也是这边的特产。那就要买起来啦。
而且加了金沙，好像很好吃。我脸会不会很红啊？哇塞，你的脸蛮红的哎！哦天哪，我是喝一点点酒脸就会超红的人。而且我今天第一餐就是喝一堆葡萄酒，从来没这样子过。究竟是葡萄酒太浓烈了，还是二林这边太热情了？就让我们看下去。哇！我下午会不会睡着啊？位于儒林路2段的二林第一公有市场，最早是聚集在仁和宫前，但在1927年因一场大火焚毁，随后逐渐移往仁和宫北侧现址重建。新市场由日本人所设计，格局独具特色，规划成八角形，以中庭为中心，向8个方位放射规划8条通道，并且设置2条环场走道，摊位分布整齐。中庭还设有1口水井，曾供应市场用水。后来因自来水普及而不再使用。现今的二林市场除了贩售生鲜蔬果、在地小吃之外，最引人注目的特色是聚集了许多裁缝与衣物修改的小店。这些源自于1970至1980年代，当时二林市场不仅有整排布庄，也吸引了邻近乡镇居民前来定制衣服，造就了繁盛的裁缝与布业文化。然而，随着成衣产业兴起与布庄逐渐式微，许多业者纷纷转型经营衣物修改。如今的市场内裁缝摊多由经营数十年的老师傅掌舵，少数店家仍提供布料销售与定制衣物的服务，这也因此让二林市场保留了少见的缝纫聚落景象。另外，在市场内部分的摊位招牌为难得一见的手绘招牌，相传多出自二林在地知名画师兄弟阿朗伯与阿玉伯之手，极具在地艺术价值。大家有来到二林市场，别忘了抬头留意这些有着老字体与手绘风格的特色招牌。来市场内吃炸柜，没有错，这一间据说已经流传了80几年的三角窗炸柜，老店一定好吃吧？而且也叫三角窗。没有问题，吃吃看。这个是鹅炸，满满的韭菜，然后我的鹅啊掉出来了，这是它的鹅啊。先吃原味的，韭菜好香哦，真的，很香哎。我总听到烤的声音啊。好，炸柜。新鲜食材，手工料理，外酥内嫩，它的炸皮都好酥哦。可是绝对不会有那个油耗味哈。不会，完全不会有油耗味。肉炸来了，加点的。哦，这也是韭菜，然后但只是变包肉，里面是像是猪肉的绞肉，刚炸完都在冒烟。肉炸是完全不一样的味道哦，我觉得肉炸的口味就比较重，我就觉得肉炸是可以单吃。加点的花枝来了，你看，哇，花枝好大盘，而且看起来好可口哦。对啊，来，这个一定新鲜的，吃起来。好吃。好吃哦，花枝好吃哦，大皮一样优秀。来到了这间三角窗炸龟店，海陆全餐全部点起来就对了。真的。从日治时期至今，以仁和宫周边为核心，自中正路与二林市场向南延伸的儒林路，形成棋盘式的十字街区，是二林镇发展最早也最热闹的老街区。儒林路上不仅聚集了许多传统摊贩与在地小吃，几处还保留了珍贵的街屋风貌与宽广的庙埕。来到了这一区，可以彻底感受二林老街的生活风貌。万华素食材料附近，建筑窗户之间可见葫芦、书卷、笛子等中式元素，充满浓厚传统文化气息。红茶冰这栋和无名鸭肉冬粉以及廖仔海鲜旁，皆为红砖老屋，能见证街区早期的完整风貌。大地中药行旁，这间历史悠久的金纸店，侧面可见原始的红砖墙体。吉珍商行为二林镇仅存的日治时期三角店，其尖拱与圆拱的搭配相当具有特色。
小米梳洗左右两侧一栋为老商号，采用洗石子铺贴其商号名；另一栋窗户以三角拱形式构成，屋顶女儿墙上则以姓氏作为装饰主题。值得一提的是，如同许多乡镇有大姓聚落，洪金宝的洪是二林的传统大姓，当地还有二林洪半天的俗谚。不过近年据说陈慧敏的陈人口数已逐渐超越，后来居上。成立商店前身为日治时期的成立商会，由当地洪姓望族洪尔尚经营。他不仅拥有大量田产，更投资米行、糖业、布庄、交通运输与二林戏院，在当年几乎垄断妈祖庙前整条街的店铺经营权。成立商店正是其代表之一。建筑2楼阳台极具特色，可见7根艾奥尼克柱头的圆柱与6座拱圆交错排列，下方栏杆装设成水平造型，整体的立面设计完美的呈现了富贵人家的华丽与细致。新安中药房前名为庆安堂，到第3代改名为新安中药房，至今已是第4代经营，是一间传承100年的老店。谢谢。我们都是自己手工自己熬，自己熬的哇，小朋友是自己用，自己熬好厉害。对啊，因为没有生产线的，很多客人都是固定可以吃，都买1000块呀、10块。我常来买，你常来哦。我说应该很多人都常来买，习惯喝习惯的人。啊，有些都会介绍吃的啊。对，我就是比较介绍景点跟吃的都有。对。啊，你们就沿路。对，就是沿路边开边拍边逛。对，谢谢。就介绍今天就是介绍2林的。对，哪些东西这样？对啊。可以啊。谢谢你。好大只的星辰表，买一只给我。哇，这么大的表挂在家里，好像日历哦。对，而且它画得好精细哦。扭转乾坤，他说摸不同的位置可以带来不同的好运。摸牛头，摸牛尾，年头好多年尾。仁和宫源自清代，为当地最早的信仰中心之一，建庙年代已不可考。但根据庙内现存最早的碑文显示，于1807年因庙体老旧而由地方士绅发起重修，因此推测初建于18世纪末或更早。现今仁和宫已列为彰化限定古迹，也是著名的2林事件蔗农聚集争取权益的场所。后续也会于蔗农事件纪念馆中与大家分享2林事件的故事。仁和宫虽然多次重修，但仍保留传统3殿2院式闽南建筑格局，也因地处商业热区，空间受限，主体建筑向内发展，成为街屋式的庙宇，纵深狭长，极具地方特色。殿门皆采木板门屏，正门2侧为罕见的木雕格扇。庙内匾额众多，不乏出自政坛名人如于右任、黄朝琴等人之手，兼具宗教与艺术价值。这是木雕立体的哦，做工好精细的感觉哦。而且我跟它擦漆铝胶一样的颜色。庙前院子设有石质宫斗，外形看起来像大米臼，直径与高度皆为70公分，2.3台尺，代表兴旺。中间凹陷成漏斗状，直径30公分，1台尺，为昔日市集交易时的公用度量分器，象征着公平称量，由妈祖公正公道。仁和宫的正殿主是天上圣母妈祖，神像为少见的藤编软身形式，非常的特别。2侧为千里眼与顺风耳，后殿供奉观世音菩萨，左右侍奉祝生娘娘与福德正神。想不到仁和宫它的本业除了庙宇之外，还有额外投资建设公司啊！大家过来看，你看他们的香长得像钢筋一样，非常的漂亮，有没有？超整齐耶！仁和建设。位于2林市场旁边的肉圆寿，它的肉圆听说很厉害，没错啊，是现蒸，
复炸。而且从早到晚都是人都在排队。对啊，经过的时候永远都在排队。我也没有吃过用炸的肉圆，究竟口感怎么对样？啊，看真的很脆的感觉耶。啊，不错不错不错。老板娘推荐，如果敢吃辣的朋友，建议加一点小辣，听说吃起来爽快度加分。好脆啊！啊哎，我发现20人很会炸东西哎哦。呦，马上来试试看，你们看它的炸皮正点哦。哇，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吃到这种炸到酥皮的肉圆，对啊，有点颠覆我对肉圆的印象哎。不过我觉得蛮好吃的，好吃。我好像可以再来4颗。就是口每天这个。不管是面啊、肉圆或者是肉炸，全部都要抽6份。哇，你们看，它肉圆里面的肉，这个是霸给了吧？这个肉好大块一条的。对啊，这是给猪柳条吗？非常的巨大哎。我觉得加辣是增加一个爽度，就是它辣一下咻，辣一下不是会有那种后劲不舒服的，还不错，加一下就咻，爽。我觉得它炸肉圆的口感就是跟一般肉圆吃起来完全不一样，没有吃过的味道。真的，这也是我第一次吃到这种口感的肉圆，有一种爱上的感觉。而且里面笋子很多，所以尽管它是炸的，所以也不会觉得油腻。非常的好吃。好吃哎，20人太会炸东西了。位于20市场旁边的肉圆寿，有过来的朋友绝对不能够错过这一间炸肉圆。来到了，而且老板多送了一个10连花。啊，怎么那么好？谢谢老板，谢谢老板。啊，自己呢？对，刚刚的木瓜牛奶去带来这个仁和宫这边喝。没有错，我们刚才喝了青草茶，现在马上再来一杯木瓜牛奶。太热了。据说这一间木瓜牛奶它厉害之处，它是使用奶粉下去打出来的。好好喝。哇，我老婆的脸就是在告诉大家，只要有来20这间木瓜牛奶，喝起来就对了。好浓郁，好绵密，而且因为太热，那个冰一下那个喉咙啊食道整个舒爽，冰凉凉的。哇，它的口感是超级浓稠，有一点咯咯的那种感觉。对，他们比较特别，因为大部分是用鲜奶，他们是用奶粉然后去打的，所以说是会有那种冰沙感。可以说是目前我们喝到木瓜牛奶，我个人觉得啦，天花板。数一数二，对，真的是数一数二的好喝哎。虽然它是那个冰沙口感，但不觉得它冰沙的颗粒很细致吗？对，真的很细致。木瓜牛奶界的和牛啦，入口即化。对，真的是这样子吗？真的，木瓜牛奶的2大天王，古都还有东西面，浓醇绵密香滑。那怎么了？很厉害哦，多形容词，毕生所学的形容词都讲出来了。在20早期存在的3间戏院，分别是20万国中央。那这3间目前已经不复存在了。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一间佑全药局，它是以前万国戏院的旧址，斜对面就是中央戏院的旧址。在这一条曾经的戏院大道，就让我们带着大家一起探访。我们前面跟大家提过的20戏院旧址，就是目前我身后这一块看似一大片空地的地方。它是位于庐林路跟大成路的交叉口，是在洪瑞珍面包店这一侧。有过来的朋友不要找错喽。这间玩具老店个性空间，据说也是不少20人童年的共同回忆。我不知道洪瑞珍除了三明治也有卖这种饼哎，没有看过。对啊，你傻大便，够实哎，开箱。洪瑞珍三明治，没有错。我们今天买的这一间洪瑞珍三明治，相信大家都比我们熟悉，不用多做介绍了。位于20的这一间洪瑞珍老店，
它除了传统的这种三明治之外，还有其他店家少有的传统糕点哦。而且据说，就是虽然每间洪瑞珍的分店都是洪氏亲戚所经营，但据说因为那个经营者不同，好像每间分店的味道会有一点差异。哎呦，那我们必须要来试试看啊！然后20这间店好像是有些人心目中觉得最经典、最好吃的。好。那它究竟能不能打败我们在其他间店曾经吃过的口味？马上来为大家试一试。今天我们买了最传统的原味，对不对？对，然后还买了一个草莓起司口味的，很少吃过哎。之前台北有时候要买，好像都没了，很容易就卖光光哦。有时候在台北经过洪瑞珍的店面想去买啊，上面都挂满着完售。我看其他人都会这样子一盒一盒的带。对啊。那我是比较吃不懂他们到底是在风靡什么，所以今天来试试看。那个就是经典的，这个就是草莓的。我觉得好像有超过一点点哦，是这样子吗？中间这层的抹酱，比较多。我马上来试试看。有哎，真的？我觉得它的那个。不知道是不是美乃滋酱啊？我把它定义为美乃滋酱，好像确实涂的比较多，对，所以吃起来的美乃滋味比较明显。再搭配它的火腿的香气跟蛋，好像有比其他分店再稍微的有口感一些些。所以这个传说被验证了，是真的，不是都市传说啊。所以网友说的话验证成功，有参考价值。来，内用还是外带？内用，内用哈。对。夏天拍摄一定要吃冰。对，今天我老婆带我来20这边，据说也是非常有名的沟口第一冰店。对，市场内也是老字号的冰店。哦，对，好啊。它招牌就是这个5种冰，然后可以5种配料，然后只要50块。再捞它里面的。现在我在捞它的 QQ， 然后它的配料啊，人家说必点的是这个糯米 QQ 小汤圆。哦。Q 真的吃到有点那种糯米的香气。我们去云林的时候也是很多中南部的人是不是很会做汤圆？他们做的都很好吃的。而且啊，它这边除了原味，你知道吗？它这边还有2种调味料可以让你们额外加哦。桌上有酸梅，还有冬瓜。你应该是加爆这个吧？没有错。加一点酸的看看。我喜欢加酸的，真的哦，就是酸甜酸甜的，然后夏天吃，就是加上去就是变成完全不同的味道，对不对？这个味道很熟悉，但是我一时间想不起来。是不是很像那个西门町的成都杨桃冰啊？对，跟西门町成都杨桃冰的味道蛮像。对，那我帮你加看冬瓜的，就是那个冬瓜茶变比较稠的糖这样放进去。你非常可以。听到钱我就马上赶快去伸手过来。既然是钱，就不用跟他客气了。太多耶！我老婆喜欢酸梅，我喜欢冬瓜。那不错，一碗冰3吃3种口味。真的，一碗冰3种口味，这样吃起来蛮有乐趣的。真的是透心凉，非常好吃哎！吃都要融掉啊！啊！不说了，要融光光了，赶快吃。要学我。在我们身后这一座建于日治时期1922年的日式武道训练场，目前全彰化只剩下2座，一座是位于彰化市，另外一座就是位于20这边的武德殿。在日治时期，它是作为日本警察的武道训练场。那战后就是持续作为20分局警员的柔道啊，或是体能训练中心。但后来20分局它的体技馆落成之后，这边就转为办公空间使用，所以在2004年的时候也就被登录为历史建筑物。它也因为常年的使用以及自然损坏啊，目前已经正在修复中，预计于今年2025年会修复完成哦。有点期待呢。位于20户政事务所隔壁万客隆五金行正对面这栋建筑物，过去是这边非常著名的大福医院，是由地方望族陈大福医师于1940年所建立的。它是一座结合台、日、洋3种元素于一体的建筑风格。这一座在当时是非常著名的庭园式的医院建筑，前有小桥池塘流水，后有高耸的乔木，犹如市区的仙境一般的存在。只可惜后续啊，因为没有人持续接手经营管理，它就逐渐荒废在这边啦。
位于二林国小内的二林蔗农事件纪念馆是二林镇的地标之一，前身为日治时期昭和13年所建的校长宿舍，保留了日式建筑的典雅风格，现今作为常设展场，记录着1925年二林蔗农事件的相关文献与历史资料。二林蔗农事件是发生于1920年代，日本政府大力推动糖业发展，实施工业日本、农业台湾政策。1922年蓬莱米成功培育后，米糖竞争更加剧蔗农困境。1925年，二林当地医师李应章成立全台首个农民组织二林蔗农组合，与林本源制糖会社谈判蔗价，协商破裂后，引发蔗农巨割抗争，日警强行镇压，激起社会广泛关注，史称二林蔗农事件。另外，校园内也保留着一栋于1938年完工的木造礼堂，在当时大型建筑物多以采用钢筋水泥结构，但这栋礼堂却以纯木造方式兴建，外墙使用块木与杉木制成的雨林板，并设有整齐排列的木造扶壁来支撑屋顶重量。这样的设计无论在当年或现今都相当罕见，目前也被指定为历史建筑。在二林市场旁边有一间无名高丽菜煎饼，据说是许多二林人从小吃到大的美味，高 CP 值，一颗只要25块哦。看这么大一个，几乎快跟我手掌一样大了。你知道吗？刚才我们在等的时候啊，现场客人一直来，而且我听到有一个说要10个。哎呦，要一10个，次要吃10个是叶问吗？生意非常好哎，我们马上来为大家试试看。哦，而且还没吃就已经有闻到一点那个高丽菜香了。真的好，这个给你。哎呀，不小心就透露出我们买2个啦。一定要的吧？这要怎么吃？而且老板是现炸的，它的那个油啊很干净，很透彻。哎，对，很少看到那种炸锅的油是那么澄澈的，直接让大家看到锅底了。天泽湖畔的天泽湖油。畔的。哎，它的内馅味道真的不错呢。哦，哦，内馅味道不错，好吃哎。那真的是满满的高丽菜，但是我觉得这炸皮很厉害，完全没有油耗味。完全没有。哦，外皮真的是酥脆，然后内馅高丽菜的甜味，哇塞，绝配啊！很烫哦。哦，好烫哦。对，因为它都是现炸的，生意很好，所以如果有时候来，老板还在炸，他会跟你讲说大概什么时间点再回来拿就可以了，很方便，你就可以先到附近逛逛，然后时间点到了再回来拿。我们刚刚就先去市场逛，然后大概20分钟的时候回来就直接拿，然后老板非常清楚的还记得你买几个。好像通常什么市场或早餐店的那种老板记性都超好的，记性超好的，连了什么不用手写菜单都记得起来，很厉害。你有没有觉得外皮跟双胞胎的味道有一点像？对，我觉得它面皮有一点点，就是不是糖的甜，是那种回甘的甜，所以面皮有点味道，然后搭配内馅，很好吃哎。没想到在二林镇碰到国际巨星艾戴尔。哎呦，艾戴尔啊！在二林镇这边的东螺溪木棉花道啊，它是彰化的东螺溪至埤头乡流经至二林镇，在沿着溪畔路途种植的长度超过5公里。600株以上的木棉花树哦。但每年的2到4月是花季，所以到时候这一整条就会变成一个橘红色的隧道。只是我们现在来的时候不是季节，看到的是绿色隧道，也不错。东螺溪又称旧浊水溪，是南彰化重要的农田命脉，孕育出埤头乡与二林镇的优质稻米，也被誉为彰化母亲河。蜿蜒的河道两侧遍植花木，并规划自行车道，成为近年彰化观光的新亮点。全长约14公里的东螺自行车道，以西湖糖厂为起点，沿着昔日台糖小火车铁道行进，经旧浊水溪铁桥后转入东螺溪溪畔，跨越
台19线的鹿岛自行车桥，最终可抵达田尾公路花园。其中的20段由旧台糖铁道改建，全长约5.2公里，起点大约位于20消防局对面，终点为彰170与171县道交汇处。沿途可欣赏广阔田园风光，不同季节还能遇见美人树花道、荞麦花田等缤纷花海。这里也常有旧台糖铁路香田站，是目前20线上唯一保存完整的车站遗址，极具历史意义。因此，东罗西自行车道不仅适合运动健身与休闲漫游，也结合了自然景观与人文历史，成为20镇的特色旅游路线。老婆准备鲤鱼跃龙门。什么？在旧社戴安宫旁边有个渔温，它已经改造成了长度大约500公尺左右的环湖步道。那沿途也设有一些装置艺术以及亲子游戏区，非常适合家庭来这边走一走。而且到了晚上，这边还会点灯哦，所以不仅可以散步，还可以赏景。创建于2004年的旧社戴安宫，主祀五府千岁，庙宇建筑宏伟，香火鼎盛，是旧社社区的重要信仰中心。园区内除了环湖步道之外，还有湖中廊道、湖心亭与旋转水车，可以喂鱼散步。白天景色悠闲，晚间湖中廊道摇身一变，成为闪耀的彩虹桥，绚丽梦幻。因此，这里也称为夜间版七彩梦幻公园，非常适合傍晚来这里散步赏景，聆听现场乐队精湛的演出。在20镇的田归计划是由中山大学的退休教授黄庆祥黄教授返乡所发起的活动。田归意思就是指这辈子长时间在田里面弯腰劳作的老农。那他为了要帮助这些老农，发起了这个计划，目标是以有机耕种的方式来推广在地的农产品。大家看到这一栋非常漂亮的彩绘小屋哦，我跟它很熟。小时候我跟我的阿嬷去田里面孙产水的时候呢，就会进去这个屋子里面去拉动那个抽水机马达，把地下水抽出来打到田里面哦。这个叫做曝水或引水，是属于我自己小时候的田归计划。下午喝太好喝了，在夜市碰到它，决定再来买，再来一杯，再来一杯。我们现在来到了20周6限定的吉巴港夜市，真的无敌巨大哎！算是我们近期来拍摄过最大的吼。没有错，里面应有尽有儿童游戏区，摆在户外的夹娃娃机、牛排，还有百货用品，超级巨大的，而且还有火舞表演哇，很酷哎！听说他是从台中过来的，但我们没有注意听到他叫什么团名，没有办法帮他宣传哦。但是没有关系，来到了古都哎，他今天有来摆摊，太开心了。没有错，就说它真的很好喝。你看，我们跟它再次相遇，啊、也是必须要买起来啊！一看到就是买哎。白天的20市场，晚上我们又回来了。没错，因为晚上这间阳光老店扣肉饭，它的营业时间实在太强了，凌晨5点到凌晨1点，所以中间就是几个小时而已。天啊，20人不会饿到，随时都有扣肉饭可以吃吗？对。早餐跟宵夜都可以吃，对，吃起来，哇，它扣肉好香哦。对啊，而且老板很贴心哦，刚刚点餐的时候还问你要瘦一点还是要肥一点，可以自行挑选喜欢的部位。没有错，他给的控肉算蛮大块的。对啊，还有酸菜，再来就是看网络上说。必配的标配是一定要再配一颗荷包蛋。哎呦，不错，它的蛋不知道是不是半熟蛋？哇，半熟蛋太罪恶了！哇，这个肥肉跟这个瘦肉还在冒烟，哇，热腾腾的扣肉干杯，
瘦肉的地方是嫩的，一咬下去就化掉了。它的味道是属于比较重口的，对，而且肥肉的地方吃的不会干干的。不会怕。我觉得酸菜很好吃哎，酸菜尾劲有一点辣辣的，因为这个比较重，然后配酸菜尾劲辣辣的，我觉得刚好解腻，刚刚好。就是我全都要的意思就对了。没错，完事。那我们今天20的行程到这边也差不多啦。今天老婆对哪一个景点最有印象呢？我觉得是一开始的酒窖酒窖哦。对，因为其实我是不太会喝酒，也不太常喝酒，但没想到说台湾在地自己可以酿出这么厉害的酒，真的是有惊艳到。你呢？我的话，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那一间大福医院因为我自己本人很喜欢日式庭园的那种建筑啊，像日式屋夫长屋那一种的，而且它里面居然还有那种春日型灯笼在里面的，非常的漂亮。那吃的呢？吃的话。还是木瓜牛奶，还是木瓜牛奶。我建议整间都木瓜牛奶，我觉得真的是太浓醇香了，一喝下去，整个食道冰冰凉凉，然后那个木瓜跟牛奶太厉害了，直接入股了，直接入股，对啊，台北分店。那我自己的话，我最喜欢的是他们的那个肉圆寿，我这辈子第一次吃到外皮是炸的，这样子酥酥脆脆的霸王，真的有惊艳到。但是其实今天20整趟吃下来，我觉得吃的都非常的推荐，所以有来20的朋友绝对不要错过这边的在地美食以及木瓜牛奶。没错，没有雷哦。希望大家也喜欢我们今天的影片，也请大家多多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出去，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再加个肉桂，还蛮好吃，实在是太好吃了，想要再去加点其他的肉桂。好。那这个就可以了。频道易主啦，现在不是一楼，是芝麻的频道。